最近这段时间，中国与菲律宾的关系不太平，原因大伙也都知道。跟美国眉来眼去的菲律宾主动开放9座军事基地供美军进驻，为美军进入南海建立进攻出发点大开方便之门。此外，更进一步，菲律宾甚至把自己的武器提供给美军使用，邀请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登上菲律宾海军目前现役最先进、之前才刚从韩国下单不久的护卫舰进行实弹演练。虽然说美国海军是家大业大，不太可能看得上菲律宾的小破船，但考虑到美国海岸警卫队本身就是美国武装力量里装备水平较为落后的一支队伍，菲律宾这支新锐护卫舰对比美国海岸巡防舰还算可以，美国只要出点人就能白得2艘新锐护卫舰用这就跟没人嫌钱多扎手一个道理美国白捡2艘新军舰用，自然也是乐见其成。所以我们能看到美国海岸警卫队士兵在菲律宾人的船上练的也是相当尽兴。与此同时，跟美国人勾勾搭搭的菲律宾也没忘了中国这边。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日前表示，他们政府正在寻求中国公司在制造、信息技术、业务流程管理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90项积极投资探索。简单来说，马克思这也是强调他还没忘了先前跟中国签订协议的这件事儿。那既然如此，你还想要中国的钱来投资，菲律宾跟美国又走那么近，加大力度对华挑衅，又是出于怎样的目的呢？唱的是哪出呢？难道他又不知道此举可能惹怒中国，进而导致中国撤销投资吗？马克思当然知道呀，只不过他是从另一个角度出发去看问题的，把如意算盘打得啪啪响。马克思大肆炒作南海态势，积极引入美日澳法等域外势力，实际上就是明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跟中国不对付，在各种途径和领域打压围堵中国，是一股主动谋求与华对抗的力量。自视为其手可以把握平衡局势的马克思引入这股力量，说白了就是想增加自己的谈判筹码。单一菲律宾体量太小，跟中国谈条件底气不足，但你加上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那就可以跟中国说3道4了。至少现届菲律宾政府自己是这么想的同时能拿到中国和美国的2头好处，自然是最佳最理想的效果。退一步讲，哪怕真的失了算，拿不到中国的投资，出于拉拢周边国家对抗中国的需要，美国也会给菲律宾一些小恩小惠和支持，这在菲律宾看来应该属于是一种保底收益拿不到中国的投资，还有美国给我兜底，更重要的是还能借美国的势拉美国撑腰，在侵占中国南海岛礁搞开发以及盗采9段线资源的问题上做文章，这对菲律宾而言也是收益说起来是好笑，尽管菲律宾机关算尽，想尽各种办法给自己捞钱赚收益，但菲律宾自身对于美国而言没有什么价值。美国人眼里菲律宾的价值在中国，因为需要围堵中国，所以在中国边上挨着的菲律宾才有利用价值。菲律宾就算跟西方眉来眼去，但其利益与价值产出不论怎样都绕不开中国。中国可以说是菲律宾谋求发展和利益至关重要的邻国。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正是看明白了这一点，选择了以和为贵的道路既然始终绕不开离不开中国，那就睦邻友好，寻求共同发展。所以我们能看到杜特尔特收获了大量中国的投资和援助，这些投资当中国因为走流程尚需时间来落实的部分被转交给了杜特尔特的继任者马克思手里比起杜特尔特选择和中国合作共同发展，马克思不能说完全背道而驰跟中国彻底决裂，但至少也是到了借西方的势，企图用施压和加码谈条件的非友好手段，企图在中国这儿捞取更多好处和利益的地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因为菲律宾国内力量阻挠以及企图占据更大的投资合作分成利益比重，中国对菲律宾的投资有相当一大部分还没有落实到位。自是背后有美国撑腰的马克思现在觉得，通过这些加码施压手段可以迫使中国让步，以菲律宾开出的条件和规划来投资。简单来说，我不光想要你的钱，这钱要怎么用，最后以前赚钱获得的利益要怎么分配，他都得按我说的来。见过站着要饭的，但站着那么理直气壮的还真不多见。至于对中国投资怎么高效利用，菲律宾此前也是讨论过，大概率就是菲律宾用中国的投资建厂，创造就业岗位，解决自己的就业问题，然后生产加工出来的商品再倾销往西方，而不是回流中国，从中国的产业链中脱离，以此来撇开中国单干挣更多的钱，最后揣到自己腰包里。这种明眼人一看就不会有任何可行性的如意算盘，马克思不敢想，他还敢干。现如今拉美西方搅乱南海局势，给自己造势就是第一步。
但始终需要明确一个问题是，现在的中国不是过去的中国，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采用压迫或威胁的方式从中国获得他们以不合理手段想要得到的东西。美国人做不到的事，轮到菲律宾借美国的事，就更是想都别想。特朗普时代发动的贸易战打到最后，给美国打得一场空，除了一地鸡毛，什么都没捞到。拜登时代又打产业链回流牌，希望把大部分工业制造业拉到美国国内，来跟中国翻脸脱钩的时候就更有底气。但现状大伙也都看到了，美国超市货架上摆的中国商品，它还是中国商品，左脚踩右脚，一边通胀爆炸，一边继续加息的美国连自身问题都搞不定，这时候还妄想跟中国搞对抗，显然是不现实的。如果菲律宾能看到这点，那就应该明白，美国用不正当手段做不到的事，菲律宾现在就是把美国拉来，那也一样还是做不到。